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思美发学院烫发总监毛阳。无损烫发第一步，风格塑形。那今天呢，我们的模特小姐姐的话呢，是一个圆脸，给人的印象呢是可爱的、卡哇伊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做的这个发型的话呢，是以菱形为基础，来打造从眉毛这个位置开始起卷，让下半部分的卷度、弹性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明显。无损烫发第二步，无硅油清洗，目的是为了让头上的污垢、杂质、油脂清洗干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重点洗要烫的地方，今天烫哪里就重点洗哪里。那把头上的泡沫打出来之后，我们就顺着头发去揉搓，顺着头发去揉搓，直到把头发洗到发色的状态，说明头上的污垢、杂质、油脂已经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呢，更加的方便我们去将头发软化透彻、软化均匀，同时也更加的清晰的能够判断头发的受损状态。当头发清洗干净了之后，越干越涩，越打结越疏不通，说明头发就更加的受损。烫前护理目的是为了增加头发的硬度。那我们用洗发水将头发清洗干净了之后，任意取20根头发。取20根头发，我们可以打个结看一下，越受损的头发，我们打个结，它出来的效果呢是一个死结。越受损的头发，它出来的效果是一个死结，它是不容易弹开的。那越到发尾，肯定头发呢相对越受损。打个结，头发弹开越狠，说明越健康；越不容易弹开，说明头发呢相对越受损。那今天这个头发呢，只弹开了一点点，所以呢，它的受损程度的话呢，属于一个偏中等的状态。好，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头发做烫前护理，水溶性的护理，即类似于一枚硬币大小。当然，根据头发的发长、发量，可以适当增加。在手上抹开，涂在头发当中，也可以用水去浸泡，做水疗的形式做烫前护理。那一般浸泡多长时间呢？浸泡3至5分钟，来观察它的效果是否达到标准。涂抹上去之后，用手或者用梳子将头发疏通梳顺，用宽齿梳将头发梳理通顺，不停的梳理，停留5、6分钟，看它的标准。一定要将头发完全疏通梳顺，这是做烫前护理的第一要素。至于是用水泡还是不用水泡，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疏通，让它吸收更加均匀。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护理等待5、6分钟之后，任意取20根头发左右，在发干的地方我们打个结，测试一下，看烫前护理的标准是否已经达到。打个结，能够迅速弹开；打个结，能够迅速弹开，那说明烫前护理的发干已经 OK。向发尾，我们到发尾去看一看，尾部是最受损的地方，在发尾的位置也打个结，检查一下，迅速弹开，说明烫前护理完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水将头上多余的残留的护理把它冲干净。那这个时候究竟是多冲干净呢，还是冲的时候呢保留一点护理呢？看头发的具体情况，越受损的头发保留的护理越多，越健康的头发，那轻度受损的头发头上保留的护理相对越少。好，刚刚呢我们给头发做了一个无硅油的清洗，那清洗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头发能够更容易去软化，因为头上的污垢、杂质、油脂会影响到我软化的速度和软化的透彻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将头发清洗干净。那洗干净了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开始给头发呢去做裁剪。那今天这个头发的话，我们把长度确定在我们的这个胸部这个位置，所以呢，修剪的长度呢不会修剪太多。然后呢，整个头发的一个层次的话呢，是在我们的2:2，稍微靠下一点点的层次，3比以上2:2的一个层次的一个状态。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给模特做修剪。首先，我们将头发前后区域分开。从侧中点分到耳后点，分出前后区域来。那把前后区域区分出来之后，紧接着我们开始定头发的长度。哎，模特头稍微抬起来一点 ，OK， 好。
那前后区分过来之后，将头发梳到最自然的状态。好，从发根自然垂落梳理，长度我们定到胸部以下这个位置，剪一个水平的切口。当然，我们在修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剪一个里面稍微短一点的，外面稍微长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切口的状态。另外一边同样的方式，将头发梳到最自然的状态，梳理下来。不能低头，对。好，这个时候我们把侧面头发全部梳到后面去，以最靠近的长度作为我的指引，以最靠近的长度作为指引，剪刀摆斜45度的状态，切掉多余的长度。剪刀摆斜45度状态，切掉多余的长度。修剪出一个圆形的轮廓。好，现在的话呢，我们把长度确定好了之后，同样前后区域分开，侧重点到耳后点，然后从我们的长久分界线的位置取出一束头发出来，取出一束头发，长久分界线的位置取出一束头发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头发取出来之后，以前面这一束放到前面去，来定它的层次落点，后面一束放到后面去，定后面的层次落点。那前面的头发的话呢，我们把重心落点定在哪里呢？确定在我们的下巴以下2到3个指位就可以了。那后区的这个层次落点的话呢，我们确定在肩膀以下的位置就可以了。肩膀以下的位置，也就是说整个头发的层次后面要低，前面要高。确定好了之后，整个头发向前梳理45度，找到前后2个点的头发，向前梳理45度。把中间多出来的切掉，切掉中间多余的头发。好，现在侧面所有的头发全部向上梳理，梳到同样的位置，斜上方45度。找到引导线，在这里，斜上方45度，梳理下来，整个侧面的层次就已经修剪完成。另外一边，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角度，梳到斜上方45度，找到引导线，在这里切掉多余的头发。把脸基线的层次做一个整理。
向前梳理45度，向前梳理45度。好，那整个侧面修剪完成。后区以刚刚定的我们的重心落点为基准，连接后区的层次。高角度提升，纵向法片，找到重心落点，在这里。第二刀降低角度，平行地面。去掉多余的小角，跟随头型走圆，高角度提升，去角，第二刀平行地面，好，现在呢，我们给头发做一个适当的去量，前后区域分开，把发尾的位置有刀口印的地方做一个柔和，15%至20%的无痕牙剪，头稍微低一些。颈背区头发先分离出来，梳到自然垂落状态。底线的话呢，不能剪得太轻，所以呢，我们在发长的1/3处适当的做一个去量就可以了，尾部。发根的地方就不要去动它了，在尾部的位置，适当的做个去量，让它变得更加的柔一些。让整个头发呢，我们的底线的位置呢变得更加轻一些，不要有太重的刀口印就可以了。好，第二层，我们的枕骨区，枕骨区的话呢是发量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头稍微低一些，好。纵向发片1厘米的厚度分离出来，在靠近根部的位置做适当的去量，尾部不要动，发尾到最后再做柔和。另一侧同样的方式。第二轮检查发尾，采用抽剪的形式，让发尾变得更加柔和。表面动感区，高角度提升，
采用滑剪的形式，在内部去除它的发量。表面同样的方式，通过滑剪让整个头发内部能够变得更加的柔和一些。侧区同样，主要还是发尾，因为侧面头发不会太多的。侧面骨梁区相对较多，发长的1/3处。1/2处下刀，另一侧同样，首先是发尾，表面动感区分出去。动感区同样的方式，表面做一个检查，发际线做个检查。好，整个的去量完成。好，那我们的法式刘海怎么去修剪呢？首先，我们把中间的刘海先分出来，然后在两侧这个位置以我们的前侧点往上一个指位分到鬓角这个位置，分出来的发量一定是均匀的。那我在分这条线的时候呢，可以分的不规则，主要根据发际线的分布来去确定。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分一条薄一点的，边角的刘海呢不能分得太厚啊，分薄一些。OK， 好，然后紧接着我们在做修剪的时候，因为 model 本身的刘海呢就已经比较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它原有的基础上面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梳到最自然的状态。首先把头发剪平，剪平了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高角度去个小角，高角度去个角，剪掉多少？2至3公分就可以了，把这个角去掉。OK， 好，这个时候中间的刘海就已经修剪完成了。那两边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把长度定到哪里呢？来，头抬起来一点，对，两边长度定到下巴以下3个指位，切掉，切掉。好，确定好两边的这个长度，定到下巴以下3个指位。OK， 好，确定好了之后，刘海原位提拉啊，我们的外侧刘海原位提拉。外侧刘海原位提拉，提拉出来之后，角度可以抬高90度，以底线最短的头发做引导，切掉它。切完之后梳下来看一下，剪完之后我要保证这里的位置一定是比较薄的，如果不够薄，说明整个头发角度抬得不够高，角度要再抬高。第二，说明没有和底线最短的头发做连接。好，梳理下来。那现在的话呢，整个边角的位置它的量感就够了，一定是比较尖状的。另外一侧同样的方式，高于90度原位提拉，以最短的头发做衔接，切掉。外侧刘海和主刘海是不连接的，梳理下来看一下。好，这边也是尖状的就可以了。那这个位置，这里的长度和这边的长度是不需要连接的。修剪完成之后，这个时候适当的去量，因为分的比较薄，所以量感不需要去太多。15%至20%的无痕压剪，在发长的一半1/3处去除它的量感。OK， 在湿发的状态之下，不需要去掉过多的量。等烫完之后，如果头发还是比较厚的，再做一个微调。OK， 那我们的主刘海的位置也是一样，高角度提拉，把发长1/3处的位置做抽剪的形式，让它变得更加的柔和一些。好，修剪完成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湿发的一个效果。刘海向后梳理，来，头抬起来一点，好。主刘海向后梳理，两边分开。主刘海向后梳理，两边分开。然后鬓角的位置要向上勾，整个法式刘海的修剪板块轮廓就已经出来了。另一侧刘海向后梳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如果说鬓角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相差如果太远的话，那么我可以把这里的长度再做调整，再次剪短一点点都是可以的。无损烫发第3步，无损软化。那么在涂软化之前，因为模特的头发呢是一个受损的发质，所以呢我们挤花生米大小的护理，挤2颗在手上抹开，抹开之后涂在头发当中，来增加头发的硬度，补充头发流失的一些蛋白，从而更加精准的方便我们测试软化程度，也会增加头发烫后的弹性。抹匀抹透，抹透了之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梳子将头发疏通疏顺。用梳子梳理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修复护理能够更好的吸收到头发内部去。同时呢，手是很难涂匀的，所以这个时候用梳子让护理更加的均匀的渗透到发丝的内部，疏通疏顺，大概停留
5-6分钟左右。那什么样子才叫烫前护理做好了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任意取20根头发左右，打个结，看看头发能不能迅速的回弹。可以迅速的回弹，说明烫前护理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就开始进入涂抹软化的环节。任意取20根头发，发尾是最受损的，我们从发尾打个结，观察一下。如果发尾都好了，那发干肯定就没问题。打个结，好，拉紧了之后放开，你看能够迅速的回弹过来，说明烫前护理就已经操作完成了。烫前护理只针对受损头发才需要操作。好，接下来我们是湿发去软化，将头发喷湿。喷到什么状态呢？因为这个头发属于中度受损，所以呢，我们将头发喷到湿润的状态。什么叫湿润？湿润就是喷完之后，把所有头发抓到后面一把，用手轻轻的捏一下，指缝之间，你看指缝之间有水渗透出来，但是不会往下滴水，这个时候就是湿润的状态。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软化，首先我们先把刘海区块先分离出来。那首先呢，我们在软化刘海的时候呢，是软化的话呢，是离发际线1厘米的地方去软化它的一个范围，将刘海疏通疏顺，软化发际线1厘米的位置开始。那在软化刘海的时候，我们的发干软化要重一些，发尾软化要轻一些，不然的话呢，发尾的位置很容易会乱翘。控制好刷面上的药量，从发际线1厘米的地方去做涂抹，发尾不要涂，发尾先不要涂，用梳子梳理一下，肯定有药水，但是这个药量会比较少。发干多，发尾少。好，两边的鬓角的位置，我们在做软化的时候呢，两侧的鬓角我们梳到最自然的状态之下，从鬓角这个位置开始软化。这一节我们是不需要去做软化的，从这个位置往下去涂抹。上面这一段不需要软化，另一侧同样的方式。好，现在呢，我们开始软化到后区的位置，头稍微低一些。颈背区，首先分离出来，软化发长的一半。在涂抹软化的时候，我们要疏通疏顺，顺着毛鳞片的方向去涂抹。发尾的药量要少一些。第二片，顺着毛鳞片的方向去涂抹，在这里不建议用8字刷或者左右刷，梳子垂直头发梳理，让药剂更加均匀的渗透到发丝的内部。另外一侧同样的方式，头稍微低一些，好。顺着毛鳞片的方向，药量要饱和。第二片，一般后区2片到3片即可，除非我们要烫到全头，那分发片的数量会增加。侧面同样的方式，上下区块1分为2。发尾的药水要少一些。梳子垂直头发梳理。垂直头发梳理，发尾的药水要少。另一侧
同样，上下2层分开，发片略微向后带，打开侧脸，到最后2片药量适当增加，弥补时间差。虽然我们在涂抹的过程当中，发片的数量是比较偏少的，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我们的药量适当增加。这是最后1片。用我们的中指和食指轻轻的去带一下头发，控制一下药水哪里要多，哪里要少。这就是我们涂完软化之后的效果图。那现在呢，我们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取一束头发来测试一下我的软化程度。在这里的话呢，因为它这个头发呢是中等的，不粗也不细的头发，所以呢，我们取1根头发就可以了，不需要取多。在手上把它固定好了，以中指为基准，拉到小拇指为1.5倍，手腕发力，轻松拉到1.5倍。好，放回去，有波纹再回直，85%。软化好了之后，我们用水将头上的软化剂冲洗干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一定要将头上多余的软化剂要冲干净了，把头发冲到发色的状态之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做烫中护理。用不用洗发水就已经不重要了，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但是头上的软化剂必须要冲干净。我们把软化剂冲干净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烫中护理。那做烫中护理的目的是什么？中和头发内部残留的软化剂，去除软化剂给头发带来的异味。在手上抹开，涂在软化的地方，软化到哪里我们就涂到哪里。全头抹也没关系，停留的时间大概3分钟左右。明显感觉头发就像没有软化过的手感，因为软化过的头发摸上去手感是偏软的，现在做完护理之后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就像没有软化过的感觉一样。那么烫中护理就已经完成了，一般停留3分钟左右。用手或者用梳子不断的去理顺它，让它吸收的更加透彻。停。好，现在呢，我们的烫中护理已经完成了，整个头发摸上去呢是硬邦邦的，就像没有软化过的手感一样就可以了。然后用水将多余的护理冲掉，冲完之后头发一定是顺的。如果你冲完之后头发不够顺，甚至有点打结，说明你的护理冲得太干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新做。那如何来辨别我的护理已经冲到位了呢？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方法来去识别它。冲完之后，任意取一束头发，任意取一束，从上至下拉下来，手上有摩擦力。从上至下拉下来，手上有点摩擦力，说明就可以了。第二个，头发要是顺的，你看怎么去梳理它，头发都是顺的，不能打结。满足这2个条件，说明我们已经烫中护理，头上的烫中护理已经冲干净了。现在我们将头发烫中护理做完之后，我们无损烫发第4步，无损清健还原。那这个步骤呢，我们是要去除掉头上多余的水分。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是健康头发和轻度受损头发，只需要把头皮吹干，保证卷杠的时候头发不要滴水，就可以直接卷杠了。那如果说是中度受损或严重受损的话呢，我要将全头吹干，再喷水卷杠，来控制头发上的水分。为什么？因为越受损的头发它越吸水，那这样的话呢，一加热水分一多，那这个时候加热温度会过高，导致加完热的头发发干、发涩、发毛。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模特小姐姐的头发呢，属于一个中度受损的头发，烫过3到4次，所以呢，我们要全头吹干，再喷水卷杠。现在我们用吹风机将头发完全吹干。在吹的时候呢，温度上面没有太大的讲究，正常吹干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头发吹干了之后，把头发前后区域分开，分开了之后，后区耳上点一个指位，分一条水平的线，把颈背区分出来。那这个颈背区呢是比较偏大的，没关系，我们卷3根杠距，头稍微低一些，左中右卷3根杠距，分出来，保证发量要均衡。那我们用20扫的杠距平卷向内，卷2圈到2圈半都可以。好，水喷到哪里，我卷杠就卷到哪里，将头发完全喷湿透了，完全喷湿透，角度低于45度。去掉多余的水分，用手刮掉，然后20扫杠距平卷向内，发尾带顺，卷至超过我们的喷水的地方，干的地方是不容易压杠的。好，保温层，夹子固定。把接口的地方先喷透，卷到哪里水喷到哪里，不要把嘴离得太远喷。疏通疏顺，用手去掉多余的水分，越伤的地方水分越要少，它的发尾是比较受损的。发片角度低于45度，平卷向内，带顺发尾，卷至超过喷水的地方，防止压杠。再垫一个保温层，防止夹子带来的压杠。另一侧同样的方式，越健康的地方多喷点水，发尾越受损的地方把水多刮掉一些。发尾带顺，卷至超过喷水的地方，这样的话呢，皮筋不容易勒出痕迹来。好，后区的3根，优质区单独分离出来。同样，枕骨区这个区块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分3根杠距，左中右3根。均匀分开，头稍微低一些。好，这个45度，发尾把多余的水分去掉，因为它的发尾比较受损。发尾用力多刮掉一点，去掉多余的水分。发片45度平卷向内，圈数2圈至2圈半都可以。头顶同样1分为2。那表面的话呢，我们用到26号的杠距，平行地面，卷至超过喷水的地方，防止压杠。注意杠距之间的排列都是由低到高的一个过程。
侧屈，将刘海单独分离出来，鬓角单独分离出来，上下两层一分为二，向前提拉，还原切口，发片往前提拉，还原切口，去掉多余的水分，发尾比较受损，水分要少。26号杠距，直立向后，插头朝上，方便插线。直立向后，上层一分为二，同样前面的头发也是向前提拉，还原切口，向前提拉。26号杠距，同样直立向后，插头朝上，方便插线。直。碎头发，我们多加一张纸，把这碎头发全部包进去，保证卷杠的质感与光泽度。后区的这一个原位或略微向后提拉，做饱满向后卷杠。26号杠距，发尾的水分用力多刮掉一些。碎头发，用纸把它包住。另一侧，同样的方式，刘海单独分离出来，侧区头发上下两层区分出来。同样，发片向前提拉，还原切口，发尾的水分多去掉一些。带顺，直立向后，带顺发尾，插头朝上，方便插线。表面一分为二，前后分开。前面的发片向前提拉，还原切口。直立向后，顺着头发，把碎头发全部包进去。后面这一片略微向后提拉，饱满向后。半重叠，饱满向后，拳头圈数控制在2圈到2.5圈即可。发尾带顺，碎头发加纸，保证卷杠的质感与光泽。前面的刘海。刘海中间的主刘海同样喷湿，多余的水分去掉，高角度提升，垂直地面，高角度垂直地面。26号杠距，平卷向下卷至靠近发根。
侧屈的鬓角，喷水。24号杠距，直立向内，还原切口，直立进杠，卷至靠近发根。另一侧，同样的方式，原位提拉，还原切口，24号杠子卷至靠近发根，插头朝上，方便插线。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加热环节。那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插线非常关键，因为很多数码机的话呢，它是没有吊臂的。如果你有吊臂的话呢，可以把所有的机器全部吊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不会影响到你杠距的流向和杠距会出现压杠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当你没有吊臂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插线的话呢，建议大家从头顶走线。从头顶走线的话呢，防止线对杠子产生拉力，从而导致压杠，导致花形方向走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传统的直接这样去插线的话，线是有重量的，它会把杠子往下拽，一拽这个位置就会扯到头发，一旦扯到头发就会导致出现压杠，同时流向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插线的过程当中，从头顶走线，那比如说像这一根斜摆的杠距，从头顶走线插完之后，它就是水平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头和这一头都不会扯到头发，也就不会产生压杠。包括像这个插完之后，你看杠距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扯到头发，不扯到头发它就不会压杠。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插线的过程当中，又比如说这个刘海，那刘海这个位置，你看我插完线之后，它的杠距还是原来的状态，就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在插线的时候是直接从这个位置插线的，线是会往下拽的，就会把这个刘海拉歪掉。那么两侧的插线非常重要，千万不要把杠子拉歪掉了。拉歪掉了，第一个流向会变化，第二个杠距会压杠，头发会压杠。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这个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100度加热，把整个头发加干为止。那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是健康头发110，受损头发100度，严重受损90度加热，中途不停留，加干为止。哪一根先干，我就先拔哪一根杠子的线，其他的没有干的就接着加热，直到加干为止。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加热的时候，因为是包了保温棉的，那我们包了保温棉之后呢，一般情况下包10分钟就要将保温棉打开，散热着加。如果你一直包在里面的话呢，它的水蒸气散不出来，加热会变得很慢。所以这个时候加到10分钟，我们把这个保温棉把它打开，上面再垫一个棉，防止夹子带来痕迹，然后用夹子在下面固定好了，让它散着热加热。这样的话呢，加干的速度会变得更快。如果你不打开的话呢，加的会很慢，特别是遇到圈数比较多的、头发比较厚的，就容易出现总是加不干的现象。现在我们加热完成了之后，等杠子冷却了，我们把杠子拆下来，换杠去上定型。那当头发加热完成之后，这个时候摸上去的头发一定是很有光泽的，然后一丝一丝的，绝对不能出现一块一块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把头发杠子拆完之后，要注意看整个头发的质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摸上去呢是一丝一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还原它的流向，用食指把它绕住，用食指还原头发的流向，用食指把它绕住，向前就向前绕，向后就向后绕。那这个时候绕住了之后，用夹子把它固定好，再用皮筋
绕2圈扣在上面，把它固定住，换杠去上定型。那换杠上定型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换杠上定型的话呢，使用的定型剂的药量会比较节省。第二个，换杠上定型的话呢，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容易上透。第三个，杠具的寿命会增加，因为你经常带杠上定型的话，那么杠具的寿命肯定会减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换杠上定型的原因。同时，换杠上定型的话呢，如果一旦出现压杠，可以及时调整。好，我们再来。还原流向，绕在食指上面，顺着流向把它绕好，用夹子固定住，皮筋扣住，拳头按照这样的方式把它换完。现在我们把杠子拆完之后，柄角这个位置的头发因为比较薄，它会有一个痕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弧形夹板把这个痕迹把它过渡掉。注意观察，弧形夹板的温度180、200都可以，把头发带顺，把这里痕迹的地方把它处理掉，不用去合板，直接用凸的这一面去过渡就可以了，让直的和卷的过渡更加自然一些，不用合板，让直的和卷的过渡更自然。另外一侧检查一下，另一侧的位置，像这种过渡一下，不需要合板。让它的过渡更加自然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开始给头发做定型。那定型的话呢，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刘海的位置啊，3根杠子，我们定型的话呢，定型5分钟就可以了。其他地方呢，定型10分钟。那这个时候呢，拆杠定型之后呢，我们把定型水倒在碗里面去浸泡一下，泡一泡，捏一捏，泡一泡，捏一捏，让它上得更加透彻。刘海后上。拳头定型10分钟，刘海定型5分钟。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把头发定型完成之后，把头上的夹子全部拆掉。现在呢，我们用水将定型剂冲干净。水温上面是没有讲究的，没有说一定要用什么水温去冲，只要客人能接受都可以。那至于要不要用洗发水，这个也不重要，没有说一定要用洗发水去洗，也没有说不能用洗发水去洗，都可以。但是我们冲干净定型之后，我们的烫后护理一定要做。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定型剂冲干净了之后，烫后护理，类似一枚硬币大小，在手上抹开，涂在头发当中，停留3至5分钟，中和头发内部残留的定型剂，去除定型剂对头发带来的异味。中和头发内部残留的定型剂，去除定型剂对头发带来的异味。停留3分钟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头上多余的护理冲掉，烫后护理就完成了。好，现在呢，我们把头发定型剂冲完之后，做完烫后护理之后，头发在湿发的状态之下擦到不滴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头发疏通疏顺。湿发看什么？湿发我们就看头发的卷度和弹性。卷度，湿发的卷度越好，那么说明它的软化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头发疏通疏顺了之后，感受到整个头发呢，它是有凝聚力的，是能够聚到一起去的。整个头发的弹性是非常 OK 的，在湿发的状态之下。好，现在我们观察正面的效果，前面的刘海这个位置，我们注意看，是一个向后的这样的一个流向，刘海的效果。鬓角的刘海，我们把它分出来。鬓角的刘海，我们看鬓角的刘海的效果非常的 nice， 弧度。好，另一侧的刘海，我们注意看，你看主刘海的向后的这种飘逸感，非常的 nice。我们再看看鬓角，把鬓角分出来，鬓角的位置。鬓角的位置单独区分出来，我们看一下，鬓角的弧度也是非常的 nice 的一个效果，正好勾到我们嘴角的位置。那看正面，在湿发的状态之下，我们看一下整个头发卷度的一个流向，两侧的话呢，全部都是向后去做齐卷的，我们把它疏通疏顺，来看一下上下两层区分过来，梳理通顺。用手抖一抖，向后的这种卷度的流向马上就可以显得出来了。好，用手抖一抖，疏通疏顺，向后的流向，两边是流向体现最明显的地方。好，另一侧同样的方式，上下两层区分出来，侧区，疏通疏顺，用手抖一抖，你看向后的流向，侧面疏通疏顺，用手抖一抖。你看向后的流向，来头抬起来，对，刘海往后，刘海往后，梳理出来，鬓角 C 型的卷度，鬓角 C 型的卷度体现出来 ，OK， 这就是我们正面整个的一个流向的一个效果，包括刘海的一个卷度的效果，是一个非常 nice 的。现在呢，我们把头发全部吹干，看干发时候的效果。
好，现在我们把头皮全部吹干了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将头发梳理通顺，看一下整个刘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我们的主刘海烫完之后，这种飘逸的 C 型的这样飘逸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修饰客人的一个脸型的状态的。好，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将头皮吹干了之后，我们看一下整个头发的一个流向的感觉，从前后分开来，先看一下侧面的这个状态，将头发梳理通顺。发根到发尾梳理通顺，检查卷度的一个流向，前后分开，我们上下两层区分出来，检查整个花型卷度的流向。现在头皮已经吹干了，从发根到发梢将头发梳理通顺，然后呢用手抖一抖，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卷的是向后的，从发根到发尾用手抖一抖。这个时候，你看向后的流向要能够很轻易的显现出来。这样的话呢，说明什么？说明你卷杠的方向、加热的方式，包括我们软化都是正确的。不然的话呢，它的流向就会乱掉。另外一侧同样前后区域分开，上下两层分出来做一个检查，疏通疏顺，将整个头发梳理通顺。从发根到发梢梳理通顺。好，这个时候用手抖一抖，你看向后的这个流向很轻松的能够体现出来。表面同样的方式疏通疏顺，从发根到发梢疏通疏顺。好，这个时候你看轻轻的一放，它的效果自然而然它就出来了。好，这边也是一样，你看疏通也是向后的这样的一个流向的感觉。好，那头部的后面的卷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两边。好 ，OK，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去将头发再次吹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将头发疏通疏顺，吹干之后，疏通疏顺，一定要疏通疏顺，这样的话呢，整个头发的质感才会变得更好。因为你吹完之后，整个头发是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干发的时候就看什么？干发的时候看头发的质感，看头发的凝聚力，主要看这两个点。第三个，同时我们也要感受头发的一个手感，是一个比较柔和的，不会硬邦邦的。好，梳完之后，左边绕几圈，右边绕几圈，还原一下卷度，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无论怎么去吹这个头发，它整个头发呢，它是一束一束的凝聚在一起的，不会散掉，不会像冷烫一样去散掉，整个头发呢是一束一束的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整个头发的凝聚力，有了凝聚力，它就有质感；有了凝聚力，整个头发它就好打理。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头发吹完之后是散的、是乱的，那么整个头发呢，它的质感是非常的弱的。好，接下来我们给头发适当的擦一些精油。现在呢，我们给头发擦一点精油，让它的质感变得更加强烈一些。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将头发梳理通顺。这时候我们将头发梳理通顺，让它的质感变得更加强烈。梳完之后，左边绕几圈，还原一下卷度；右边绕几圈，还原一下卷度。因为你不能一直梳，一直梳卷度肯定会放大的，这是必然的。
好，这个时候卷度还原好了之后，我们看它散了之后的效果。整个头发我们把它打散开来之后，它的凝聚力，整个头发吹干之后的光泽度和质感要能够体现出来。光泽度和质感。什么叫凝聚力？就是整个头发一束一束的聚在一起，这个叫凝聚力，不会像冷烫一样全部都散掉，一散就容易毛躁。那整个头发呢，我们从后面去观察的时候呢，观看的时候，它整个头发的质感、弹性和凝聚力是非常好的啊，整个头发。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效果。那整个头发呢，直接放到前面去之后，它的这个整个卷的这种丰盈感是非常好的。把刘海这里往后去整理，往后去梳理，让它的扩张面变得更加好一些。好，这个时候往前推，往前推的话呢，显得这个时候额头呢比较偏小一点。好，这个时候呢，把后面的头发，我们把后面的这一块的头发往前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放到前面来之后，整个头发的这种丰盈感就会看得比较明显。好，现在呢，我们将头发呢比较乱的地方，把它理通理顺，理通，梳顺。啊，很多时候呢，在门店当中，客人呢他可能不喜欢这么凌乱的这种感觉，我们就把这种凌乱的感觉把它梳理通顺，既不要太实，也不要太乱，保证方向感、轮廓感要清晰。啊，这里梳完之后，就是一个向后走的 S 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另一边，同样的方式，对，理梳通，梳顺，向后的 S 型。表面这个位置梳通，摆好，梳完摆好，好，刘海梳通。